比特币和以太坊下跌后出现哪些机会？心态该如何调整？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目前我在比特币和以太坊之前所开的多头仓位上面呢，目前的利润经过了昨天的下跌已经大幅的回撤。目前的利润呢，可能只剩下6万多美金，连7万美金都不到了。不过目前呢，我们观察盘面当前的下跌还有 K 线的状况我认为我当时做多的理由呢是还没有消失的，所以我目前心态非常平静，继续持有我的仓位。在牛市的过程呢，会有非常多的上下洗盘那对于做合约来说呢，有没有把原本你做多的理由给打破，这才是关键这才是你决定要不要继续持有仓位的关键。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当前的盘面。我们先看到周线级别，我们用比较大的范围、比较大的周期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这波上涨好了。我们来观察我们在过往呢，我们突破前高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走出一段非常不错的上涨也就是 price exploring。当我们的价格呢来到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过的区间，那此时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抛压，因为所有买过比特币的人在此时此刻都是赚钱的。这个时候的抛压呢，只会来自于提前获利了结的人。那通常这些人呢，在这个时间段是比较少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面临了猛烈的下跌呢，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是主力庄家他在杀多头。毕竟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如果场内有太多的杠杆有太大的仓位，有太凌乱的筹码呢，那就会不利于我们的盘面上涨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昨天的插针下跌过后呢，盘面它确实干净了很多。像主流的交易所呢，主要的几个交易标的目前的资金费率都已经回复到了正常的1/1000的水准。那我们在过去的2-3周我们都可以看到资金费率已经来到了1/1000，甚至非常接近2/1000。那这对于比特币和以太坊来说呢，这都是相当夸张的水准那表示当时的场内呢有过高的杠杆、过大的仓位。那目前呢，这些仓位呢都已经被洗出去了。毕竟我们从顶部到目前呢是有相当程度的回落。那这种洗盘呢，其实对我们后面的上涨是更有利的。我们如果复盘我们过往的行情呢，我们在上涨的起点或者是一段多头的起点，它都是在基础费率之下。如果我们是远高于基础费率呢，那我们几乎不太可能去开启一段很不错的多头那我们目前呢已经有这个条件也是经过了洗盘之后才达成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我们当前它也突破了前高，并且在做 price exploring。那我们目前已经走出了一段你可以发现，当我们已经突破前高之后呢，经过了2-3轮的加速，其实我们牛市的最高点呢就会慢慢的找到。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现在是牛市如日中天的时候，而且有非常多的新手呢会加入。那此时呢，就是庄家派发筹码最好的时机点了。那庄家他也会在一个区间就慢慢找到顶部。那我认为目前呢是还没有走到这样子的区间的，因为我们整体市场的情绪呢，还有场内的杠杆其实都还是不够强烈我们经过了幅度并不是很大的插针之后呢，我们的杠杆其实就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准了。那此时呢，其实我们也会比较容易可以开启一波不错的多头。像我们当时回调过后呢，我们从4万回调到了3万。我们后来从3万呢，直接一波就涨到6万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多头行情。那当时我们也是在洗盘过后呢，我们才完成。我们如果看到我们当前这轮周期的话呢，这一波上涨的理由是由于我们在前面呢已经吸收了足够多的筹码。那当我们把这个筹码区呢给突破掉之后，我们就可以迎来非常不错的上涨像这种幅度的上涨它绝对不是我们在突破随便一个形态、突破随便一个区间就可以产生的。如果我们前面是没有一定的筹码堆积，那我们没办法产生这种上涨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的上涨呢，可以和前面来做类比。你可以观察我们在周线的震荡过后呢，我们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
多头。那我们现在呢，其实也很合理哦。我们走了这种周线级别的震荡过后呢，出现了周线级别的多头，那就显得相当的正常啊。那你可以去相比对一下啊，我们目前所走的级别呢，我相信和前面它的级别呢还是有一些落差的，并不是说它要到达相同的涨幅但至少它们的级别呢基本上会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呢，在周线的多头其实当多头走出一段之后呢，就会背负着非常沉重的杠杆还有很多新入场新手的凌乱筹码。那此时呢，如果我们经历了一定的震荡洗盘之后，更有利于我们后面出现这种爆发的行情。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其实就在走这样子的洗盘行情我们把一些新手的筹码把它整理掉，我们把一些过高的杠杆呢给整理掉，才会更有利于我们后面的行情。而且我们后面的行情呢，它通常会走得相当的不错就像我们当时从突破前高过后呢，一直到我们10万的这一段呢，我相信是走得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舒服的。那我们再把级别再切小一点我们以当前回落的幅度来说呢，其实以我们最近来说，它其实已经不算小了。但我们当前的回落呢，它绝对没有脱离我们整段的整理区间它其实也不过就是10个百分点。其实比特币有10个百分点的回落呢，非常正常尤其当我们场内呢热度过猛的时候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比特币它出现了30%、40%的回调那才会很值得我们做讨论那表示这个盘面它确实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那在过往，比特币它很常有这种30-40%的回调但到了我们这个牛市，这个频率呢已经有降低了。我们目前的回落呢，它还落在原本的震荡区间之内，还在原本的调整区之内所以我认为完全没有不正常当前的盘面呢，如果我们回落到了9万之下，也就是跌破我们前面整理的低点我认为才会比较需要注意，才会比较需要紧张一点那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不认为这样子的回调它会改变我们原本多头的结构。那我们的底线呢，其实是在8万5左右。如果说连8万5都被吞掉的话，那我们这波整理的区间呢，它很有可能就是失败的。以目前来看呢，我们还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资金流入。我们的资金在昨天还是有流入了4亿7900万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这个牛市的根基就是 ETF 的资金流入。当我们的 ETF 它还是有爆量的连续的资金流入，我认为我们就不太需要担心我们这波多头它会被终结那我们昨天都还有出现相当不错的资金流入，尤其是以太坊。我认为我们当前市场的注意力呢，真的慢慢被转到以太坊上面了。昨天以太坊呢，有着1亿4900万美金的流入，其实这非常巨大因为以太坊它的市值只有比特币的1/4，所以1亿4900万的流入量相当于比特币有6亿美金的流入量，这样子的影响力那我相信这对于以太坊来说呢，绝对是一件好事而且我们最近呢，以太坊它的流入量开始起来之后呢，它就都没有再消退下去了，这也是在以太坊上面非常非常大的利多。那如果你对交易感兴趣的话呢，很欢迎大家可以来注册一个置顶链接的 Bybit， 你可以入金 KYC 入金100美金，就可以获得500美金赠送的仓位呢。然后如果你想要一个以太坊的抱枕的话，你看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这个不是交易所送，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这不是周边的，这是我们自己去找厂商然后去定制的，我认为是蛮可爱的。我们有做2个型号，我们有做比特币和以太坊如果说你想要一个以太坊的抱枕、比特币的抱枕的话呢，非常欢迎你来填写资料来和我们领取。那我们说到以太坊我们再来关心一下以太坊。其实与其去关心以太坊的图表，我认为以当前加密货币的结构呢，基本上所有的币种它都还是按照着比特币走，按照着比特币的周期走，所以我认为更重要的图表呢，反而是汇率。你可以发现汇率呢，最近是有一点回落它回落的幅度大概是5-6个百分点左右。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有谈到即使我会把我的
部分的比特币呢去换成以太坊，来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仓位呢，我也会用分区的方式也就是在一个时段之内，我或许这个时段呢，它可能是2个礼拜、3个礼拜，又或许是1个月，但我个人在做任何的操作，尤其是买现货，我是一定会有一定的小区间的。不过我自己是不会做这种很大区间的 DCA 因为我自己对于行情是有做出判断的。那其实 DCA 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对行情做出判断。那我个人是有对行情做出了判断，我认为这个位置可以入场，但我也不会一次入场当我们用分批入场，就可以降低我们入场的风险，还有这种随机行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平均掉我们的成本所以我个人都是会在或许是2个礼拜到1个月的时间呢，去把它给完成掉那当我们回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不太需要害怕，因为我们都还有资金。那或许有人会说啦，你之前不是有谈到，我们接下来注意力会慢慢的移往以太坊，以太坊会走得慢慢强势。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出现了回落呢？因为我们当前是在一波小级别的下跌行情当中，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扣到我们之前有谈到的，当比特币和以太坊都在走多头的时候，大家都会注意到利润，都会注意到机会，所以大家会更愿意把他的比特币换成以太坊，或者持有更多的以太坊。但当我们的行情在走回落，在走下跌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比较注意到风险，也就是市场上面散户的情绪当大家在回落的行情比较注意到风险的时候，比特币就会是首要的考量其实当我们在牛市呢产生了回调，你会发现不管什么币种，基本上比特币回落的幅度呢，基本上都会是相对较小的。那当面对风险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就会回到比特币身上，就会更愿意去看比特币，就会更愿意的认为比特币更有价值。那这个时候以太坊的汇率呢就会往下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之前有谈到当你看到机会的时候，你一定要同时去考虑到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会把比特币和以太坊呢维持在一个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比例，而不是接下来以太坊很有可能会涨得比较多，我就把我所有的资金都换成以太坊，全部都持有以太坊。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以太坊的图表对于以太坊呢，我们现在即将来突破4000的阻力。4000的阻力，它一旦被突破，我们上面其实就已经没有任何的筹码可以压制得住以太坊了。我们也会走 price exploring 价格探索，它也会有一段很疯狂的爆发期。那我们在过去呢，当我们突破前高的时候在上一轮牛市，我们又涨了3倍我们突破的时候大概在1500左右。那1500，我们到最后呢，我们大概走到4500，那其实就是3倍。那我们这一轮，我们的前高点大约在5000左右，我们突破5000，有没有机会再走3倍到15000呢？有机会，但我认为几率非常低基本上，我们如果上一次走3倍的话，我们每轮周期都会是递减的。上一次有3倍，我认为这一次就一定不会有3倍至少在过往来看我们都是远低于上次的涨幅但我认为走个2倍多，比如说5000、2倍、10000出头，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预估的区间。那我个人呢，其实不会对这种价格呢持有太乐观的看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当牛市慢慢走到后期的时候，慢慢要到获利了结的时候呢，看得最远的人，那他会最惨。当然我们出场并不是借由这种目标价去出场我们出场有非常多种方式跟策略比如说有右侧左侧的，那我们就需要比较多时间去说明了。那最后呢，其实我们在下跌的过程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山寨币呢都有很棒的跌幅。为什么说很棒的跌幅呢？因为出现的跌幅，我们才能够加仓合理的仓位，我们才能够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去加仓。那我们在回落的时候，其实我们该看到的是机会，而不是你认为有无限多的风险那我认为呢，在这些山寨币里面，目前很值得注意的就是 Solana。Solana 的回落幅度呢，大约有在30个百分点左右，到目前为止。那我认为决定 Solana 未来的涨幅，
一定是 ETF 是否有通过。如果说 ETF 有通过，场外有非常多资金呢涌入 Solana 的话，那 Solana 它绝对会是我们这轮牛市就风险和收益相比之下呢非常非常好的山寨币的资产。你可以看到目前呢有一个小道的消息他说 I have confirmed that SEC has notified at least 2 of the 5 prospective issuers that it will reject their 19B 之4 filing for the Solana Spot ETFs， 也就是他有确认SEC 目前呢，他很有可能把5个申请 Solana ETF 的发行商呢，有可能回绝其中的2个那我们过去呢，其实也都有经验要申请 ETF 呢，它有2个文件第一个就是 19B 之4，第二个文件是 S1 文件那我们现在正在做 19B 之4的审核那这个文件呢，其实在当时申请比特币的时候，它也有被回绝过，所以这个文件被回绝呢，其实并不代表什么，因为比特币也有，那最后比特币也是通过了，而且呢，其实也有回绝那反而我认为 Solana ETF 通过的几率是加大的。如果说它最后要不通过的话，它其实就说不通过就可以了，它到最后 deadline 就说不通过就可以了，它没有必要把你的 19B 之4回绝，然后跟你说哪边有问题，叫你去修正它就是认真的审核了，有可能通过了，它才会叫你把文件呢去填的完整一点，来方便我们后续真正上市开始交易。那其实同样的状况呢，也出现在比特币过，那比特币最后也是顺利的通过了，而且呢，目前还是拜登政府。等到我们1月20号川普上任，而且新的 SEC 主席上任之后呢，我相信他对加密货币整体监管的程度呢，也会有很显著的不同很有可能到时候 SEC 的政策呢又完全转向了，然后 Solana 的 ETF 呢就会很顺利的通过。我相信1月20号呢 SEC 对于 ETF 的态度呢会是非常大的转折点那我们到时候再观察。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